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9月1号，星期二。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3,689人，确诊人数是238,616人，死亡率是9.93%。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951人，确诊人数是43.929人，死亡率是7.50%。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86,676人，确诊人数是614.5682人，死亡率是2.89%，非常低。恐惧指数呢在26.41，油是42.76美元一桶，黄金是1975美元一盎司，小麦、大豆和糙米的价格还是非常的稳定。那么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也是非常稳定。唯一的不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人民币升值达到了6块8毛8对1美元。洛杉矶加大科学家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一次性使用 N95 防毒口罩呢，如果经过适当的消毒净化，就可以重复使用3次。N95 口罩能够减少接触借由空气传播的传染源，其中包括了引起新冠肺炎的 SARS-CoV-2 病毒，那么成为临床工作者重要个人防护设备之一。那么目前的 N95 口罩是严重短缺的，虽然我现在每天都在戴，那么人们还得找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办法。那么尽管 N95 口罩的设计只能使用1次，但是在短缺的情况下，口罩被净化后可以重复使用多达3遍，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口罩完整性和密封性。研究人员在暴露于 SARS-CoV-2 病毒的 N95 口罩过滤布上测试了几种净化的方法，包括气化过氧化氢、摄氏70度高温干热、紫外线和 70% 的乙醇喷雾。结果发现4种方法均能够消除活病毒。那么研究人员同时测试净化口罩重复使用的耐久性。那么实验人他们自愿的戴上口罩2小时以后呢，科学家再用相同的步骤对于每个口罩进行了3次消毒。那么用气化的过氧化氢消毒处理过的口罩呢，并没有失效，可以被重复使用3次。但使用紫外线和干热处理过的口罩则开始出现了贴合和密封的问题，表明这些口罩很有可能只能被重复使用2次。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气化的过氧化氢是最有效的消毒方法，只要10分钟就可以无法检测到任何病毒的痕迹，而紫外线和干热呢也是可以被接受的程序，但是需要至少60分钟。虽然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后新冠疫情的时代，但其实全世界的疫情数字呢还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全世界目前已经发现超过了2500万个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因此死亡了84.2915人。这次疫情的大流行的数字呢还在继续增长中。那么从7月中旬到现在，基本上每4天就能新增加100万个病例。美国依然是重灾区，目前最新的数据是已经发现的确诊病例接近了600万，那么死的人数超过了18万。然而就在这个上个周末，那么 CDC 突然更改了这组数字。虽然感染和死亡的总数还没变，但是在 CDC 的网站上把死亡的数字给修正了。根据 CDC 的最新数据，目前美国实际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呢，只是之前公布数字的6%，也就是9210人，而不是之前的15万之多。原来CDC 的最新的数据，之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中，大部分都是还患有2到3种其他重病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是直接因为新冠肺炎死的，即使没感染上新冠肺炎，他们也还是会死于原来就有的严重心脏病或者癌症等疾病，但是都给算成了新冠肺炎死亡的人了。更重要的是，
6%确定只是因为得了新冠肺炎死的人里面，还有90%的人呢是老人院里的，这就非常尴尬了。原来美国这大半年来啊，又是封城又是停工，依据的数字呢居然是假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但是死亡的人数呢却少于历史上的同期。因为重病患者啊，他该死的跑不掉，但是封城后呢，又导致了交通事故和治安案件的大幅的减少，而真正被新冠肺炎搞死的人呢，根本不足以来增加死人的总数，所以美国今年竟然死的总人数减少了。另外这个数字啊，还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人他敢不戴口罩和不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至于媒体上的数字再多，只要你身边没有看到有人去世，那么还是乐观的。那么这2点很可能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另外呢，之前美国肺炎死亡的人数的统计口径和流感死亡的数字类似，那就是说美国每年因为流感也要死个1-2万人到2-3万人，其实里面大多数呢也是有很大的重症或并发症的老年人。那么如果 CDC 的最后这个数字最后能够认可的话，那么恐怕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正在竞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媒体和民主党以及利益集团在大选年用肺炎来恐吓美国人，表面上看是成功了，那其实呢确实是一个大号流感，美国白白被搞的 GDP 缩水了1/3。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务部和科技部啊，它针对抖音的收购呢，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的出口技术目录，其中限制出口部分增加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部分针对的是谁。简单说就是 TikTok 的业务出售不仅仅在是字节跳动、美国公司、美国政府3方面的事，因为抖音这套算法是依靠中国人的大数据研发出来的，卖给老外属于技术出口，需要向中国的主管部门审批。这桩即将达成交易的大生意很可能就因此搁浅或者耽误。我们都知道8月24号到29号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8月26号接连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中共官方说只发了2枚，那么已经发现有1枚落在了广西，还有1枚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中国呀，它向南海发射东风中程导弹，其实正中美军的下怀，成为中国军事应对的一大败笔。因为中国过早掀开了底牌，暴露了它的军事实力，更激怒了周围的国家。别人说中共军队太早露了底牌，那么高手过招，先是试探，然后是缠斗，关键时刻才会亮出绝招杀手锏。美中军事对峙依然在互相试探阶段，还没有真正的交手，而人民解放军就亮出了杀手锏。我们知道东风东程导弹几乎是中国唯一具备中远攻击能力的武器，还没开战就急匆匆放出来了。那么如果美军不在乎，那么中国的军队还能够如何应对呢？美军确实也没在乎，美国的国防部发表了声明来谴责中共，并重申美方维护南海的自由航行的承诺，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美军进行飞行、航行和运营。美军呢，还用实质的动作表示了不在乎。那么解放军南部的战区新闻发言人曾经说过，8月27号美军的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西沙领海，美军几乎立即做出了这种实质性的回应。我们知道中共在南海建立了岛礁军事基地以后呢，依据各国的岛礁划定了领海范围，引起了各国的极大争议。在南海航行很可能就会驶入了中国划定的领海范围。美军的神盾舰应该是故意在中共划定的范围内行驶，完全无视中共自行设定的所谓领海规则。这与美军 U-2 的侦察机进入中共划定的北方战区演习禁飞区如出一辙。中共发射东风导弹后，
美军的神盾舰就在西沙海域附近继续航行。那么中共刚刚亮出的底牌不管用，那么只能再次抗议，再没有其他办法了。中共他们是可以继续发射一波东风导弹。那么所谓的这个东风导弹如果美国的神盾舰继续航行，那怎么办呢？难道直接攻击美军的神盾舰吗？那么早亮出底牌，美军却还游刃有余，那么这会儿中共的军队尴尬了。按照七月区这个日本的防卫厅的皮书说中国的26导弹共有72枚，东风的21号导弹共有134枚。一枚东风导弹几千万人民币，一枚东风26至少是上亿人民币，打完了就没有了。中共本来不想出动辽宁号或者山东号航母，现在可能不得不出动，他已经没牌可打了。但是他们的航母一旦出动呢，直接就和美军直接对峙，恐怕就会更危险更丢人。暴露了军事实力，那么美军早就对军力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才会不在乎。所以中国的海军空军一直缩在内海，不敢出来与美军对峙，实力差距太大。火箭军显然是吹嘘过多，但是他们一直保密，特别是号称关岛快递的东风26和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很少向公开试射。每个人始终觉得非常神秘，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很可能这个神秘底牌呢，让美军有所忌惮。而解放军这番的导弹发射，主动打破了神秘，暴露了真正的实力。那么解放军通过南华早报放风说发射了2枚导弹，很可能也想测试一下美军的侦察能力。结果美军说实际发射了4枚导弹，还派出了 RC-135侦察机搜集了数据参数。当然还有可能，那么有2枚导弹呢，没有落入预定的目标，所以不想说。那么同时呢，中共本身还自曝说美军的神盾舰呢就在导弹下落的西沙海域附近，这表明美军的卫星、侦察机和神盾舰雷达掌握了解放军导弹从发射到下落的全过程，而且早早就部署了，就是说导弹发射车一出动就已经被美军捕捉到了。台湾军方也说远距离雷达侦测到了导弹发射的全过程。那么搜集到了东风中程导弹的全部参数，美军显然更加胸有成竹了。美军的神盾舰、航母都没有闪避，而是继续航行，至少表明美军有把握拦截中共的东风导弹。而美军把士兵的生命本来看得非常重要，而美军的作战任务呢，是从来不拿士兵的生命冒险的。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中共的东风导弹呢，根本就打不到航母，完全是自我吹嘘。中共虽然具备了导弹发射能力，但是从没有验证过可以打击移动目标。这次发射也一样，并没有设置一个移动的靶船，这让美军感到很奇怪，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靶船。根据中国目前的雷达侦察能力，恐怕很难真正追踪到美军的航母，也就是难以把航母的准确位置呢传给北斗卫星，再传递给导弹的引导装置。美军称导弹落在了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海域，这表明导弹直接落入了海里，并没有真正的目标。到底算击中了目标呢，还是只落了在某个区域，没有设置目标，就无法验证是否能击中目标了。即使没有移动目标，至少应该有固定目标吧，但是中共至今没有证实，党媒也没有报道。火箭军发射中程导弹至少需要中央军委批准，或者习近平直接批准。既然批准了发射，为什么不让中国人知道呢？确实是非常蹊跷。难道要掩盖什么，或者没有听从命令擅自发射吗？东风导弹的飞行的最高速度是18马赫，应该只是末端攻击的飞行阶段。导弹为了接收来自卫星的目标导引信号，必须要以较低的速度飞行，才能准确获得信号，并且调整行进的路线。这是攻击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的关键不同点。当东风导弹以较低的速度飞行时，或者在大气层之外飞行时，恰恰是被拦截的最佳时段。
美军的神盾舰上的标准3型和标准6型导弹，恰恰就是为之而设计的。更大的可能是，中共根本无法准确掌握美军的航母行踪，也就无法导引东风导弹。即使东风导弹可以获得准确的目标导引，实际并非全程高速飞行，美军依然可以在导弹低速飞行阶段拦截。这或许是美军根本不在乎的真正原因。美军的航母不断在南海、菲律宾海、台海、东海游弋，应该一直是在同时侦察中共东风导弹的机动性，至少证实了东风21部署在沿海，完全可以出动 B1B 轰炸机远距离清除。东风26应该在主要部署在内陆省份，将是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打击目标。那么中共的常规武器实力，美军基本摸清了，中共再无秘密可言了。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的举动激怒了周围的南海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中共虽然低调说不针对任何国家，实际却惹恼了周边的国家。中共假意本身说可以谈判的，共同开发南海，马上就发射导弹，完全就没有谈判的诚意。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政府表达最直接，说需要美军在南海，那么导致中共再度失算。本来呢是要威慑美军的，来阻止美军航母继续在南海游弋，结果美军不在乎，南海各国都更坚定地站在了美国这一边，不禁让人想起了79年前的太平洋战争。当年的日本海军呢拥有10艘航母，为了实施南进计划呢，吞并东南亚各国，率先袭击了美军珍珠港，以确保日本在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之后日本也确实占领了东南亚各国，还占领了美国的关岛。但开战8个月以后，美国就联合各国展开反攻，最后促使日本投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么中共的军事扩张也从南进计划开始，同样也把美军当作最大的障碍。不同之处在于，美军吸取了教训，不会再让珍珠港事件发生，更彻底地放弃了1930年以来的绥靖主义，从第一岛链呢就设置防线，实施警醒，那么抑制中共的军事扩张企图。中共攻击东南亚不可能，目前只能试图夺取南海的控制权，但是实力却不够。南海岛礁的军事基地不堪一击，美军的小反攻将很可能从南海岛礁开始，目前已经得到了东南亚各国的支持，一个小型的太平洋海战正在被中共重演。东南亚各国同样吸取了教训，看到中共扩张的企图，很快就和美军再次站在了一起，这无疑是各国确保安全的最佳选择。中共向南海发射导弹，无疑加速了各国联盟的进程。中共目前他不敢向东海发射导弹，应该也是怕激怒了日本、韩国，那样的话，那就可真的是被包围了。那么他们盲目发射东风导弹，实在是一大败笔。中国人、亚洲人、美国人应该期望中国的政权呢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再重演太平洋战争的悲剧了。这是一个让中共会后悔的冲动。25号，中共在东海实弹军演的时候，美军的 U2 侦察机到了演习上空，把它的鹰击18导弹的发射全过程记录下来了，而且还发布到了互联网。26号，中共发射了4枚东风 21D、东风 26B， 美军全程捕获了导弹数据，而这将中共含混导弹的这种装置公布，表明它并未击中任何靶船，让美军完完全全了解了个全部。这个中共遮掩了20年的航母杀手锏终于被暴露了。那么他匆忙发射导弹带来的3大负面效应：第一，美国所有先进侦察装备云集南海的时候呢，中共发射导弹想主动让美国检测；第二，中共公布2枚，美军纠正4枚，因为2枚打太偏；第三，美军正在研究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中共中导发射向催促美军加快部署。中共在8月份像发疯似的举行了10场海上军事演习，并且被夸大为在南中国海、台湾岛南北两端等等。实际上10场军事演习都在中国的海岸线，
连专属经济区都没导。从军演效果来看，像是演给中国国内的民众看的。现在呢，中国好像有点情绪失控，毫无代价地向美国透露了杀手锏所有的技术参数。那么现在还剩什么底牌呢？这次发射把航母杀手的全部弹道数据送给了美国，估计美国的收获还包括了发射前的动向发射准备时间、导弹与北斗星系统的数据交换、导弹的实际精度等，花了几千万美元，结果美国大丰收。我们知道，凡是洲际导弹美国早已经掌握了半路接管导弹的能力，然后让它来一个大转弯回头。伊朗已经领教过发射中共国的导弹，最后落在自己的战舰上。说是误打，其实就是美军半路接管制导。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